每一次奔跑都是为了超越自我，每一次碰撞都是为了挑战极限。这就是五人制足球的力量。来自全国的最强选手齐聚嘉义，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成长、合作与努力的战斗。每一个传球，每一次射门，都凝聚了无数的努力与汗水。这场比赛带给学生的不仅是技能的提升，更是品格的磨练。在五人制足球赛场上，选手们学会了合作与团队精神，学会了如何面对挑战、克服困难，这是无价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力量用汗血书写他们的故事，每一个进球，每一个防守，都是他们拼搏的证明。6月3日至6月4日线上转播，期待与您一同见证这场热血的比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今天6月4号的上午8点30分，我们持续在嘉义县立体育馆要进行最后的4强战以及冠军的决战。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是我李秉庆以及我身旁的资深国脚朱家伟来为大家服务。家伟你好。主播好，大家好。那当然，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将是由高雄右昌对上屏东中正。那在这一次的锦标赛呢，南部的学校呢，算是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除了这个屏东中正跟高雄右昌之外呢，另外屏东的东港也在待会要来面对桃园的金国哦，所以这次的南部学校呢，总共有3支队伍呢进入到最后的4强。那画面上看到的是屏东县的中正国中要来对上高雄市的右昌国中。哦，这是南部队伍的大对决。那首先看到的是屏东中正国中的球员名单。那总教练是薛辉雄。好，另外看到的是高雄市的右昌国中，总教练是蔡文义先生。好，这场4强大战马上就要展开。昨天的右昌当然是非常辛苦通过了 PK 大战才胜出。那今天呢，一开始就要面对到寻求卫冕的中正国中。我们看到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右昌，蓝色球衣的是中正。哇，在比赛一开始10秒钟，马上进球了！哇，进球是谁？就是在联赛拿下金靴奖的于义佑。好，来看一下，进球的是于义博。哇，在联赛拿下金靴的于义博，在开赛不到30秒钟率先进球。他们非常有经验。哇，真的！哇，那义博在应该是在昨天的比赛没有进球哎，在4强赛现在是先进球啊。在攻守转换的时候把握非常好，刚好是利用一次快攻就可以得分。对，哇，当然对于中正国中来讲，一开始就取得1球的领先，心情当然会比较平稳一点哦。那当然对于右昌来讲也不用担心，才刚开始，还早，还有整现在还有18分半，还有下半场。中正他们在今年的国中联赛踢到第2名嘛，对，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比赛的经验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是，好，一博又来了，哇，建哲，哇，一博跟建哲就是中正的双箭头啊，等于是最核心的2名球员。这时候又是做一个外围的突击啊。好，在禁区当中，哇，这一球传出了界外，所以对于右昌来讲，有一点点在一开始
还没有完全热开的情况之下呢，我先被重锤。哇，那对于右昌来讲，要赶快苏醒啊！现在的中正的攻势啊，是一波接一波。哇，就是利用一个个人技巧，对，个人能力。一博在昨天没有进球，哇，今天看来是完全准备好了。哇，在一开始先进了一颗，那刚刚的这一次的这个射门也差一些些。是的，哇，那很快又有机会，哇，可惜提高。哎，但是要小心。我看一下是不是有稍微撞到。好，我比一个大拇指，没事没事。啊，最怕球员受伤了，来。哇，这就踢高，可能落地之后，屁股稍微撞了一下。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看到中正在比赛的一开始啊，踢得非常有侵略性啊。其实可以看他们这几波的，他们都是以防守开始，是，所以你可以看他们有机会射门都是拦截到球的开始，所以是攻守转换。是，对他们很清楚这样子是可能在就是最靠近得分的方式。哦，了解。所以由好的防守来转化进攻，其实跟篮球很像的，攻守转换。是的，因为五人制好像我们昨天有提到，其实在场上很多战术也类似篮球，是的，对，很多挡拆啊、交换啊，或 give and go 啊这种，是的。当然一般足球的撞墙也会有哦，所以我想就跟篮球真的有这个雷同的地方啊。对。哇，这个挑射又进了！哇，我们看到于一博在昨天没进球，今天要一口气全部踢进去。哇，开赛不到5分钟，个人连中2元。这位在联赛的金靴奖得主哦，我来看一下他的脚法，过人之后呢，用个挑射啊，哇，直接打出一个小角度哦，有非常好的个人能力。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右昌他们在进攻方面就是比较多的失误，对，所以就是他们造成他们都可以一直被攻守转换时候被反击这样子。因为今天的右昌到目前为止好像有点拿不住球。是的，对，这个球控不好啊。好，来看这一次的横传，没有，还是被中正给挡了下来。右昌他们是踢11人制足球，非常不错的学校。是，对。可是相比如果在踢室内的这个，经验稍微不够，但他们在国中联赛11人制踢得非常好。对。他因为整个打法、战术思维还是不太一样。对。那当然，也许基本的技术雷同。对。如果你有好的选手能力那些，还是可以在比赛当中看得出来，展现出来。好，赵挺。赵挺当然会是右昌非常核心的一位球员，但是这时候，哇，过人之后的起脚，哇，门将挡掉。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建哲啊，也发挥他个人的技术哦。刚刚我们有提到啊，9号、10号，于一博跟潘建哲会是这个中正双星啊，这2位球员会是最重要的这个主力了。好，这时候右昌断球成功。但是第一拍啊带的比较远。那在中正这一边呢，刚刚提到是9号、10号，那在右昌这一边呢，则是10号的洪兆廷。那洪兆廷在昨天的2场比赛是进了3颗球。那另外15号的戴子成，昨天也有2颗的进球，也是分别在2场比赛发挥的。你看中正在防守都采取人盯人的方式，是，对。所以区域或者盯人在5人制的足球防守上的优缺点是什么？盯人的话，他可能想要比较有企图心的踢法，对他可能就想要在前面拦截到球，然后能在前面得分，比较离球比较近。那如果区域的话，他就是可能会想要回来守，然后再打他们背后的空间的反击。对，或者是对，或者是领先的时候，有些球队他们就会退回到20公尺半场。对，就不要消耗多那么多体能。
可是你看中正他们打的是非常侵略的，是他就是上来压他，跟他拼。对。那所以基本的体能一定要顾到。对，是的。好，故意打敏啊，漏给后面，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这时候第一时间要取了，哇！门将精彩的扑救，挡了一球。好，来看一下这个右上角，在五人制足球里面，就是像角球这样的，其实跟篮球很像，对，就是它是得分率是非常高的。哇，右昌刚刚的攻势啊，非常有机会破门了。所以对于中正来讲啊，虽然现在是2球在手啊，还是要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比赛才刚开始。对。那换句话说，中正除了防守上要谨慎，右昌来说，他们进攻其实是有机会，他们也是有能力，对，能够攻破对方的大门。高雄的代表右昌国中，那可以看看现在右昌的防守，其实他们类似做人盯人，但又没有一起防守。所以在没有一起防守的时候，他有时候中正传到那个空档之后，他们又能从后面开始解套出来。没有同时间一起抢。是。对，如果同时间一起抢，那个压迫性会更足，会比较容易抢到球。了解。对。哇，又是利用压迫。哇，今天的中正这个是打定主意哦，我用他们非常就是难缠的防守，让右昌踢得不舒服。好，甩开之后，起脚挡掉，远射，还是没有。哇，这个出球之后，我看建哲往前给。啊，30号是右停。好，建哲再给季宇。哦，季宇在昨天的8进4的比赛，个人是上演帽子戏法，进了3颗球。好，直接往前甩，利用战术配合，要给子成啊。一博，哇，今天状况最好的球员。是的，开赛5分钟进2颗。哦，这球被点掉之后，还有机会射门，再给，哇，连续2波都被右昌的门将啊，钟承安给挡了下来。右昌的门将是钟承安，那在中正的门将呢是潘恩佑，哇，又进了。不会吧！来看一下刚刚这个边线球的战术配合，哇，不愧是联赛的金靴得主。哇，在开赛上半场就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于一博连中3元，哇，又被抄掉，又来到门前，啊，但是有一点点滑倒，可惜了。好，远射来1颗。那可以看到他们右昌在防守的时候，现在缺少一起抢球。一起抢球，没有一起抢球。对，所以中正都能从后面组织出来。对。那你看中正在给右昌的防守，基本上他不会给他有空间的。对。还是防得不够密，右昌。对。
因为5人制的场地当然是相对小很多，跟他们过去踢10人制，我想防守的概念还是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是的，对。但是可以看这次像在那个欧冠，巴黎圣日耳曼，对，他们的防守就是从最前面开始压迫，是就没有大牌球星，但他们每个人都很愿意牺牲，愿意跑，对啊。所以这次欧冠决赛真的创下史上最大的胜分啊。所以团队的防守那个概念就非常重要，就是大家一起进行，什么时候进行，何时进行，对，而且要同时发动，同时进行，同时发动才有效。对，所以大家训练当中，教练一定下了很多的功夫，这样。因为主要是他们都愿意跑，因为像如果有些球队他们比较出名的球星，他不一定会参与防守，是，对。那像巴黎这个球队，我看很多报道，就是他们都需要一起参与防守 ，OK， 对，一起参与防守。说实在，以巴黎圣日耳曼的阵容来讲啊，虽然没有所谓的超级巨星，但是每一个都是叫得出名号的，是的，都已经是 Tier 1，就是全世界顶尖的了。但他们有一个非常大优势，就是他们平均都23岁，对，年纪很轻，而且就是我觉得跑动能力真的差太多，运动还是要那个，还是给年轻人玩的游戏。像那个可以看在比赛当中，就是国米就是非常被动啊，是，对。所以5人制足球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同时间的防守的话，你会出现很多空档，就是对方都会找到你的漏洞。应该说大家的攻守意识要一致，是的，什么时候该攻，什么时候该守。那我防守的时候，有时候不需要沟通，是一个默契经验。大家认为，这个球一起上，大家一起需要一起把它拿下来，对，不然就是会有一个人在前面，他浪费很多体力在做无谓的防守，是，对。那这时候有一个定位球的机会了，还是交给今天状况最好的一博，直接射门，没有，再来用左脚。这个选手左右脚都能踢。对，刚刚定位球是右脚，那结果弹出来的球他用左脚。然后你看一下，现在他是一个人在防守2个，所以他就是在那边做，有点就是没办法一起抢到球，有点浪费体力这样子。对。好，转身之后，带出界外了。如果他们可以在防守上面做一些调整，这个地方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还是有的打。当然，因为这目前只是上半场那但是现在过了15分钟，当然对右昌来讲，上半场是有1-2波不错的攻势，但是始终我们刚刚也提到，球还是要拿得住，就是你拥有球权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能够组织出来。对。那如果是打防守反击当然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可能对于现在落后的话，打防守反击。是不是机会会稍微少一点呢？这个时候就是假设你落后的时候，你就非得要进攻嘛。对。可是如果你在进攻的时候又没有一个好的战术套路的话，其实很困难。那对方又可以找到你更多背后的空档做攻击。对。因为今天这一场赢球能够打冠军，输球就只能争第3名。对于小选手来讲，当然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传球直接出了底线。那今天我们看到赵廷也还没有发挥前面几场比赛他等于是右昌的核心之一但是今天好像还没有完全打开来。好这时候出现了，才刚讲完，出界还是右昌的球。来看这次的边线
战术怎么开？哇，一进来球就被破坏掉。易峰往前送，哇，这一球被恩佑给拍出了界外。我来看刚刚。角球被钟真破坏掉之后，很快来到了前场，哇！刚刚建哲啊，这一球啊，4传4射啊，那当然旁边的11号的群恩也有机会插上。采取远射。好，断掉。好，右长。哇，这个球权没有办法保护下来，建哲。好，季宇。好，这球人过球流之后，来看横向的传球没有办法给到子晨。哦，刚刚是东篱的断球。我看建哲是3年级的学长啊，是相对稳定的。易峰，好，季云把球权要到。右昌，当然现在是落后啊。那加油团现在的表情也比较严肃一些。他们现在比较通过用一些长传的方式，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改变了一些打法。但看中正的防守，因为他们有做一些轮换，所以现在他们的防守就是比较从中场开始。OK， 因为他们有些主力可能换下去调整休息啊，让一些年轻的选手上来。哇，这一次右昌的传球啊，又跟队友之间的连结没有到位。那上半场剩下最后2分钟不到了。那今天4个球队一定都要踢到2场比赛。对，所以他们的体力调节非常重要。季宇，建哲。还是被夹掉了。上半场剩下最后的1分10秒。我可以看看现在2队的节奏稍微慢了下来，对，就开始靠近中场结束，大家的那个节奏都稍微慢了下来。对于右昌来讲最好是在上半场剩下这最后的1分钟左右的时间，是不是能够有1颗的进球？对，这是最好的结果对右昌。袁心。这球被挡出了底线界外，所以出现了角球。袁心呢，在昨天的第1场比赛是个人进了3颗把握最后的40秒钟左右，又是利用长传，子晨。这一球，裁判一个身体的接触犯规。好，剩下22秒，出现犯规，来看看高雄右昌。
能不能有把握的机会？他从后面推了，推了一把。被推到的是右挺。赵廷远射，被门将扑掉。哇，恩佑在今天上半场的表现算是非常非常亮眼哦。当然，对于中正来讲是非常有机会能够维持3球的领先，来到下半场。好，把时间走完。上半场我们看到屏东县的中正国中靠着9号于义博个人就上演的帽子戏法，暂时3-0领先高雄市的右昌国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下半场精彩的比赛。
好，欢迎再回到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现场。在今天第一场的4强赛，右昌跟中正上半场踢完呢，中正国中的9号于义博发挥的非常出色啊，个人在上半场就上演帽子戏法，带领球队暂时3比0领先右昌国中啊。但经过中场短暂的休息啊，那嘉伟怎么看右昌国中如何利用下半场20分钟的时间，能够把这3球的差距给追回来？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打得更有企图心、侵略性，因为他们刚刚上半场在防守的时候，后面还是没有很积极的上去抢。所以如果可以下半场，如果想要跟他拼命的话，想要赢的话，他必须就跟他要靠近一点，缩短那个防守的距离。他们可能就要从前场开始抢，缩短防守的距离。是的，好。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念，就是如果你在前面抢到球，你就是离球门比较近嘛。哦，对，那你当然进球几率就更高。对，那就看到你抢到球的时候，那个后面那个 play 是怎么样进行。对，但至少你要先能够有球。是的，对。那如果你没有很积极的时间，就是一分一秒在流失了。好，来看这一次，哇，中门楣，赵婷啊！可惜啊。那在中学这个部分，就是高中国中这个不一定领先，就是会可以像职业的那么稳定。对，其实都还有很多变数。因为学生运动对就是起伏很大，对，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没错。所以他可能进了一个，马上又进了气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对。好，这球断掉之后，来看一下防守反击，已经跑在前面了。哇，自己撞进去，不会吧 ？On goal 啊，阴错阳差。哇，亮成这一脚其实没有踢得很好，哇，但是阴错阳差，应该刚好踢在了东林的脚上。我们再看一遍。啊。防守球员也想去挡，对，但是他的面向已经朝球门，是很难把球再解围出来。哇，那这一颗进球呢，扩大领先已经来到4比0了。哦，右上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哦。哦，要赶快忘记啊！哦，刚刚的这个不顺利。对，现在往前压，对，来了啊！子成，就是他们需要多一点这样子。没错，哦，就是突然的2个去夹，对，哦，3个去夹，要到球权。哦，还在界内。中正的2号是钟汉，也是1年级的学生。又停，这个传球掉了。好险没有造成伤害。好，这一球直接往禁区送。何佑昌在外围的传导，又停。哇，现在建哲也来增加这种防守的强度，协防。对，好，东林。好，裁判响哨了。看一下刚刚双方在争球的过程当中，
有推挤的动作，所以给了定位球。哦，这又是右昌的另一波机会。洪兆廷，这场比赛还没进球。射的品质不错了，那在第二个门柱的那个前锋没有积极，可以再判断好一点，在二杆门柱那里去再抢点，对啊，那个抢点的意思还不够。哦，你看中正他给他，如果他们要抢的话，对，哇，这个防守的压力，哇，再来，是非常快，没有给他任何空间，真的哇。刚刚是先中柱啊，然后再补射也没进。现在来看一下中线啊，中正在昨天8进4的比赛是有进球的，哇！但是这一颗就差了一点点啊。哦，所以换句话说，右昌在整个进攻上面还是要很当心的，因为中正不会因为现在4-0领先，他就放弃要进球的欲望。是的，应该还是都会正常在做 play， 对。中正在联赛拿下第2名，然后在去年的锦标赛是拿下冠军。那今年是来寻求卫冕，那现在当然是取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先态势啊，4-0。一博。哎，这球被右挺给断掉。好，是右昌的球。还是右昌的。好，赶快积极来拼抢。中正这个学校的几个选手技术其实真的非常不错的，他们的1对1的盘带能力都非常好，就比较不怕对手来抢他，他都可以做一些摆脱。是。哎，这球没有停好。哇！啊！但是又在前场要到球，哎，右昌断回来，右停。好，赶快在小范围的2+1，啊！但是又传在对手的脚上。亮右，直接远射又进了，不会吧？正门楣之后反弹进去，大四喜。9号的于一博又进球了，哇！今天状态太好了，哦，近距离的挑射，远距离的冷箭，哦，都难不倒他。哇，今年才是国2的学生，哇，明年还有1年哦，在联赛、在锦标赛，都可以让大家期待他的成长啊！哇，那这一球扩大领先之后呢，已经来到5-0了。哦，对中正国中来讲，剩下最后的11分钟，5球的领先，但这个机会是非常浓厚的。啊，对于右昌来讲，真的不要气馁啊！至少先打进1球，先提升士气。好，来到了前场啊，这个第一时间的起脚没有逮到。他国2而已，对，明年还有1年，对，明年还有1年，真的。哦，今年在联赛就是金靴，哦，然后在这一场4强赛是进4颗球，好，又是个人能力的摆脱，下底。
好，右上这一波进攻又被中正挡了下来。好，角球进来，第一时间起脚没有踢到，哦，但是在远距离的这一脚啊也踢偏了。刚刚是重顺在远距离的起脚。哇，中正在领先5球的情况之下，就不会踢得这么快了。哇，对于高雄右昌来讲，真的急需要1颗球来提振士气哦。好，一博跟建哲、纪云。哦，做了一个很好的对边路的2过1，2打2。哦，而且又刚刚一个转身想要摆脱啊，差一点点成功哦，所以整个战术的配合，这一套应该是蛮顺手的。小组间的默契蛮好的。哦，刚刚的边线球也不选择来攻门了。右插。一博现在下去休息了啊！球队保有5球的领先。是的，他个人进4球，哇！这一脚还是偏了一点点。34号是翁一峰，那一峰在昨天的比赛也有进球的记录，哇！又是个人的突破啊！是的。好，右停分到了左半边，哇，直接远距离的射门被挡掉。刚刚起脚的是陈燕。好，剩下7分45秒，下半场也喊出了暂停了。目前暂时还是由中正国中5比0领先了右昌国中。好，暂停回来。剩下7分46秒，这场4强战要结束啊。虽然现在是5球的落后，但对右昌来讲，我相信他们不能因为这一场现在落后的状况而泄气，他必须要赶快把这一场即使不能赢，还是要得找回状态，因为他们很有可能还要再打，不是很有可能，他一定还要再打下一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没有机会赢球的话，也要把状态给找回来，要面对这个季军战，看能不能进球啊。这一场真的，先有第一个进球，或许后面就有一些气势。没错，先进的第一颗球才会有化学变化。对，你现在第一颗球没进，球队很闷，好像只靠腿波套，然后就打得这样很不舒服。对。需要这个大家都释放一下压力啊！我觉得压力太大了。好，东林翻到了左半边，好，赵婷来了。
哎，这球被断掉。哇，又是一个2打1的机会！哇，追加进球的是季云。那是利用一个脚尖。哇，季云在昨天的8进4，个人是冒着戏法。那包括第一场比赛也有1颗进球，昨天进了4颗，今天的4强赛也有1颗进球。基本上大部分的进球，除了他们有射了2个边线球直接射进的，基本上都是抢到球之后的得分。对。刚刚我们看到，右上这边想要利用头锤啊，这大概在5人制的比赛会比较少见。但是是蛮有威胁的一次的这个空战啊。对。那中正做的不错是，就算他们在领先，也没有松懈啊。对，该攻是的，还是攻。那大家找到机会还是换上来的选手们也都做得不错，就是实力是蛮平均的。这一球传的速度慢了，这个取角射太正，建哲赶快先清掉。后头还有一峰。来看一下裁判怎么判这个球权。还是中正的。场边这个加油团也给右张打气。我知道现在气势比较弱，哇，弹住之后，哇，抢到进攻篮板，补进的是6号陈元兴。陈元兴在昨天第一场比赛的是个人上演帽子戏法，昨天8进4没有进球，今天的4强赛呢也有1颗进球，哇，比分持续扩大。来看原本要助攻给队友，但是队友中柱，只好自己来了。孩子们现在在心态方面也有一些，就是受到一些冲击。我相信是啊，这么年轻才这个10多岁，对，然后但连续的比赛，那包括有胜负的压力，那但现在的落后，对于右昌来讲，刚刚提到这个心态上是蛮闷的。但是对孩子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我相信是。因为他们11人制是传统强队，对，结果没想到5人制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对，所以我想这也是另外一层的考验呐。是的，是的。哇，又在门前，哇，中正现在是越踢越活了，对，又是远射，好，直接往前甩。右昌这边反而有点踢懵了，对，真的感觉不太会踢球了。那右昌这一边呢，换了一些年轻的孩子，没错，再小一些。哇，一博。江一佑，那5号的刘亮程是1年级的选手，这时候也上来，多一些实战的经验。还是中正的，没想到在4强赛的第1场比赛啊，我们看到中正的踢得这么出色啊。
哦，我觉得应该右昌在比赛一开始先被进的那一刻之后，我好像这个就被封印住的感觉。这还是比赛当中的经验，毕竟中正他们打室内的，就是今年是第2名嘛，没错，是第2名，其实非常有经验。那右昌他们是在11人制踢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5人制缺少一些经验。对。所以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套用哦。我11人制踢得好，所以这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对，让小朋友感受得到，这2个运动好像真的不太一样，看起来一样，对，都是细节不一样，对，好，裁判响哨是右昌的球权，于一博。好，这球被右昌给守下来，但是带球的距离也稍微比较长。是的。两边球权的互换。剩下最后的32秒，比赛要结束。当然中正国中要拿下这场4强赛获得冠军战门票不成问题。我看右昌的最后1、2波的攻势。在界外，没错，人已经站在界外来接球了。现在卡住，哇，季云把路线给卡住，剩下最后的7秒钟。屏东县立中正国中在今年联赛获得第2，去年锦标赛冠军今年朝卫冕之路再迈进一步。哇，在这一场4强大战呢，居然是以比较大的分差7比0将要赢得比赛。好，裁判吹起了比赛终了的哨音。屏东县立中正国中靠着9号在联赛拿下金靴奖，于一博当场大四喜的好表现，带领球队最终以7球的差距击败了右昌国中，而中正国中呢抢下了第1张的冠军战门票。那右昌呢，则是在待会要进行季军战，也祝福2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呢有更精彩的演出。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看第2场的4强赛，将是由东港对上金国。
好，欢迎再回到2025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现场。在今天的第2场4强赛呢，将是由屏东县立东港高中要来面对的是桃园市立金国国中。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屏东啊，双雄都闯进到了4强。那刚刚中正国中已经率先胜出击败了右昌抢下第1张的冠军战门票。那如果这一场是东港获胜的话，哇，那最后冠军战就变成了屏东内战所以身为唯一北台湾代表的金国国中，在今天想必也会精锐进出。好，来看一下屏东东港高中的球员名单。那教练是陈庆进先生。那另外看到的就是桃园市立金国国中军容壮盛教练是刘俊南。好，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金国。那金国包括11号的林于安10号的恩仪7号的单浩会是核心的球员，而在东港的部分，包括5号的齐恩、7号的辛浩、8号的陈荣。都表现得相当好，在昨天的比赛。那对于东港的球员来讲张新浩7号张新浩是昨天唯一2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那齐恩在昨天第2场的比赛8进4是表现非常出色。哇，今天东港高中足球队还有金国国中的足球队的应援团都来到现场了。不止场上球员要比拼场边应援团也在互相的拼斗这场比赛东港高中是身穿这个浅绿色的球衣，而金国呢是穿他们粉色的球衣。一开始的长传，马上有机会goal！开赛7秒钟。金国的长传战术成功了！哇，我们再看一次，右边已经偷跑，右边偷跑了。哇，开赛7秒钟，李佑和的进球，哇，马上让比赛掀起了高潮。哇，这个战术的搭配。石破天惊，还没意识过来被进了。对，连续2场比赛都这样。哇，7秒钟进球，应该是今年锦标赛最快的一场吧。因为从我们的昨天的转播到今天，没有看到这么快进球的，7秒进球。但对于东港来讲，一开始就接受震撼教育要赶快醒过来。好，刘王维安，哇，刚刚云汉跟佑和的搭配，直接一样要捉2杆射得很好，差临门一脚。对辛浩跟齐恩刚刚要做2杆。刘王维安。辛浩，这个传球被断掉，恩宇，辛浩他的第1步的爆发力是非常好的。昨天在比赛当中也有很多的个人突破。
金国球权传球失误，他打的位置就像篮球那个中锋哦。对，他比较靠前。维中来控制节奏，再交给刘王维安。好，信号，哇，做假动作之后，这也要过一个吗？哇，第二个没过。是的。哇，过一个，第二个没过。那东港啊，防止啊金国的防守反击啊，直接先踢出了界外。我现在看一下，哦，信号，哇，刚刚，哦，这个变相先过第1名球员，但是第2名啊没过。哎，东港的传球出去。哦，这个传球，哇，没事没事，好，比赛继续。哦，3打1，好，断掉之后，刘王维安。球送不出去，这时候可以起脚挡掉 block。哇，这一波进攻啊，对金国来讲但是很惊险，那对于东港来讲是很可惜。哇，比赛在上半场才打5分多钟，是的，场面非常的激烈。好，东港把球权先控好，信号。好，又是利用他的第一步。就提到他第一步真的很快，这很像篮球员哦。第一步过人之后呢，就杀到禁区当中的那种感觉。射门能力也非常好。好，韦中断球哦，精彩的盘带技巧。刘王维安在门前攻！哇，又是送到门前，齐恩哦，找到2杆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刘王维安。给2杆就对了，齐恩插上刚刚好进了。哦，在7分钟将比分给追平。现在东港的加油团活过来了，追平比数之后活过来了。外围信号再回传，维中，刘王。1对1，对，啊，宇翰来看管了，哦，没机会，再给刘王维安，重新来一次，高维中，好，相比前一场比赛，像金国的防守就更小了，他缩得更小，对，是，对，缩得更小。他在15公尺左右开始做防守。哦，其实从刚刚东港的这种战术的布阵，还有球员他们盘带能力，就是真的无人制足球。对，哦，这是真非常对，就非常非常像是已经是像我们脑袋中可能看比较高阶一点点的无人制足球他们的观念。
好，来看经过这一篇，也要寻求突破。好，左边。还是经过的球。还是给维中来控场。陈荣，由维安。外围射门，对，经过防守，说到15公尺内，其实在里面是没有什么空间，所以他们真的是需要利用一些外围的射门。角球做了一个很好的挡拆，对，哇，陈荣差一点。好，没收之后，这个出球啊，金国被破坏掉。东港的球权，上半场过一半。你看都是东港在持球，是进攻，对。东港拿球拿得蛮稳的，有更多的球权。对，那没机会，就是回到维中这边来控制。好，维中转身。刚刚这个射门角度很刁钻啊，但是江玉德从昨天的防守可以看出他的功力哦。刚刚是俊彦，哇，这一脚。天意，指挥一下。这边经国又来了，陈荣，维中，这次的默契就没搭配上了哦，东港的传球失误。在前场断球之后，来看东港的这一波，角度没打好，喜恩，东港慢慢先过半场，维中，这一球被金国挡了下来。来看一下金国，这脚后跟的给球，但是球数不够。陈荣。维中，给王维安，
结果又有所以真的没什么空间可以攻击，就是要运用，要更聪明，要运用一些套路，打得更。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球权都在东港这一边，那金国要怎么来突破呢？我觉得他们的战术是非常明显，就是他要打反击，要打反击。哦 ，OK， 就打防守反击。对，他战术很明确。哦。因为就像我们看一般11人制的足球，也有些球队是的，他不需要控球，是的。他可能一场比赛30几、40，他也可以赢球。有些教练理念是这样，对，没错。他不需要，那有些是控球太多，很需要大量的传控球。是的，对，不太一样哦，每一个教练的哲学不一样。像曼城的巴萨，他们对他们就球权太大量的球权，对。那像皇马就不一定了，是没错，对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他们防守，但是他们那个前锋太快了最好的选手，没错。好，那我们看到上半场还有5分52秒受了场边喊出的暂停，目前东港跟金国战成1-1但金国在开赛势如破竹，一开始7秒钟先进第一个球，不过东港我相信也很沉稳，很有经验并不着急最后在上半场第7分钟也马上追平。但是从10分钟之后呢，大部分的球权还是落在东港这一边那接下来金国如同嘉伟刚刚有提到，也许金国他的想法就是要打防守反击，就看看找到一个好的机会，给予对手致命的一发。因为以刚才来看，就是他们的防守也做得不错。对，虽然他们很靠近他们自己的球门，从15公尺开始，但是对方其实也没有一些太好的机会。所以如果守好的话，说明他们找到一个机会就可能得分。对。那东港高中国中部呢，几乎都是排湾族的小朋友，都是排湾族的这些小球员。有了！哇，再暂停回来，这一次建功的是8号陈荣。好，来看这个出球的战术，哇！在上半场虽然先丢掉第一颗不过东港利用这一次的守门员出球的战术呢，在第15分钟现在是反超比数2-1领先的金国。第一脚控球做得很好，对，来用脚尖射门，5人制非常多用脚尖射门。而且在5人制的比赛中，有很多的战术是由门将来发动，对，就是有球门球战术对，运动战术、角球战术，这些他们都应该做了很多的训练。尤其是攻击、防守那一刹那，对，因为现在如果踢大场11人制，说你前锋如果攻击完，他可能会慢跑回来，没错，他不一定会。可是像这个，你没办法慢跑回来了，真的，你的节奏太快了，你跟篮球一样，就是你要赶快冲回来防守，没错，对你没有得像前锋这样慢慢回来，不然的话，你一定是被对方多打少，对，是少一个人，对。哇，在前场，这个手想要这个很快要到球权，但是形成犯规了。张玉德空中接杀，
来看金国的这一波球权，哎，但是稍微着急了一点，没踢好。啊，又是做一个射门的配合，交给维中，在大禁区外来抽冷箭。好，东港一旦控球呢，就是慢慢推进。是的。那由维中现在也领先了，对，现在领先了，也不着急。好，这个高空的传球被东港顶出了界外，还是经过的球。还有2分45秒，上半场结束。看经过能不能利用这一波，好，过了第一道，啊，但是这个停球没做好，哇，陈轩可惜。陈轩也是1年级的球员哦，还是要上来多一点点经验。哦，直接远射，对。张玉德还是非常专注哦。维中，哇，这个战术做得非常好，对，他们做了一个挡拆，对。两边的家长对非常专注，比场上小朋友还更紧张吧。哦，这个赛前的防守断掉之后，恩宇也是2年级的学生。快开之后，才一点点默契配合，哇，又是一个从后头的超解，是的，维中可惜这脚被挡掉，不过东港还有进攻的机会，还有25秒，想要吊左上的死角很有企图心，流亡。好，最后的8秒，直接远射没有。上半场结束，东港虽然在在7秒钟先丢掉第1颗球不过靠着齐恩跟
陈荣各进1颗情况之下呢，现在是暂时2比1领先了金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看下半场精彩的赛事。马上开始，我们看到在上半场啊，东港先丢一球，情况之下倒赶2球，哦，暂时2比1领先了金国。那当然，经过中场
个短暂的休息之后，我相信金国也想要做出不一样的战术啊，希望在下半场不但能够追平啊，甚至能够逆转胜。那在东港这一边呢，就要这个持盈保泰啊，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领先呢，抢下第2张的冠军战门票。好，我来看一下维中，拜2+1过人之后的起脚，田一挡掉第2个补射goal。哇，东港真的是来势汹汹，流亡伟安第2季的补射抢到进攻篮板，把这一球给摆了进去。好，来看一下流亡伟安，哇，嗅觉非常敏锐。哇，下半场开赛不到1分钟，是的，东港扩大优势。利用个人能力啊，对，哇，刚刚这个1过2之后才创造出的射门，然后队友能够利用这个门将扑球出来之后的一个补射，是的，哇，这个中柱在门前已经在埋伏了，但是没有传进去，刚刚应该是齐恩吧，已经在门前在等了，但是没有挑进去。不然齐恩是完全空门的状态了。哇，又是利用远射啊！好，陈荣。好，魏忠，转身之后，球还是掉了。于安，在后头有推人。于安把球控好。张玉德、阿德还是把球给挡掉，角球。刚刚角球应该是没有摆好哦。维安再给维中。陈荣，在外围的传控，哇，又是一个 1-2， 哇，维中，个人的突破能力啊，哇哦！金国这第一脚带的比较长，哇，还是被阿德给挡了下来，非常好的一个 play。哇，阿德很专注哦。好，再清掉，应该碰到了金国的球员，所以是东港的球权。金国如果想赢，可能还是要更积极一点的。对，因为现在是落后状态。第一个落后，第二个东港其实控的蛮好的，这个球控的蛮好的，必须要给压力的，给一些压力，看他们有一些机会。好。这个别本购的传球出界，
哦，传掉喽。好，那现在是一个3打2。对。哦，鱼起脚，太正。哦，要小心，要小心。东刚角球，要送上2杆呢。对，反击。好，来看这一波的反击之后，转身射门。哇，江玉德还是稳健的把球给保护下来。好，天意挡下了第一波的攻势，顶出来，清掉，维中传进来之后再来一个go，哇，这个3人的搭配非常精彩，陈荣梅开2度，帮助球队4比1领先的金国。好，来看一下这个3人的组合啊。是的。不着急啊。好，进球之后，陈龙下去休息啊，把新浩给换上来。好，新浩断球，好，但是人过球流，金国的射门偏了。东港在整个节奏的控制真的蛮好，这种快慢之间的掌握，啊，慢慢的控，那突然发动，哇，就是像这样，看起来慢慢的，然后突然来一波，会让往往会让对手措手不及。现在又来了，但就是对于金国给他们的压力显得太少了哦，有让他给持球啊，是是。所以他变得没有压力，比较轻松这样子，心里是很轻松的。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金国的防守还是打得比较收缩。是的，是的。哦，又是一个挡人的配合。天意，所以他们有很多空间可以做这些事情。对。当如果你没有给他多一点压迫，他们都可以做1对1的摆脱射门啊，对。又是在做挡拆的搭配，但是这时候吊球，哦，韦中反抢成功，再往前送，啊，现在回传做后，哎呀，韦中没有把握，啊，队友又做回给他了。好，魏忠下底，但是这个传球路线上啊，并没有队友接应。好，下半场剩下最后的10分钟左右，啊，现在是3球落后啊，经过国中，赶快想想方法啊，第一颗进球是开赛的7秒。
好，信号在2+1的情况之下，想要过人，没有得手。好，再往前送啊，但是球被断掉了，维中又来了，哇，又在门前的搭配没有问题，这次是齐恩做回去给维中。哇，就是看到东港啊，每一位球员都知道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最好做的是什么，所以最后还是传给维中。你再看一遍。哦，其实他不需要自己射门。是的，是的，而且在球门前面非常冷静。哇，现在已经稍微拉开差距了，5-1啊。哇，那冠军战当然现在看起来屏东内战的可能性蛮高的。哦，当然对金国来讲加油，没有问题，还是要给东王高中更多的压力。哎，这边传球失误，起左脚，哦，阿德，哦，还是挡了下来。哎呀，这个传球轻了，好，恩宇的转身，球也没控好。好，东网这边呢，包括10号的林宇翔也上来了。宇翔是1年级的球员哦。但因为现在可能在分差上面有一点点余裕所以让这些小选手更年轻的小选手多一点机会。对。好，天宇守住了东港的进攻。恩宇往中路走。但是球被破坏掉。这种边线球的战术啊，距离非常远直接踢出了界外。哇，东港剩下6分钟，4球领先，但还是有体能上的考量，所以他们还是没有打得太有企图心的防守啊。金国，对。那不论胜负啊，2队都还有1场啊。是的。哇，在门前吊球会非常危险哦。好，这次多打扫的机会啊。哇，带太久了，是的，在后头被断掉。好，宇翔，好，这一球是出界，金国的球权。哇，东港的啦啦队，家长非常的开心，把职棒的这些战歌都带到了足球场了。好，我们看到下半场剩下4分41秒，目前东港5-1领先的金国，场边喊出暂停。
哦，这是3声道的立体喇叭，这个肺活量真好啊！好，我们看到暂停回来，东港控球。哎，传掉了，于安啊，这个转身路线卡住。好，来看经国的这一波，哇，阿德，哎，今天门将的表现也非常的抢眼啊！哦，待会便当加鸡腿。好，下底。哦，天意也挡下了东港的进攻。哦，想要做一个巧球的战术配合，再一次，哎，这一脚没控住。好，于安开始快速的推进，直接前脚，哇，中柱进，再来进了！哇，经国一而再再而三，哇，进了本场比赛的第2颗球。哇，第1球啊中柱，运气不好，但是补回来了。就是9号的李佑和，今天的2颗都是他进的。好，宇翔，哎，好，在这个位置发生了犯规哦，宇翔啊是国1的球员啊，所以他的个头比较娇小，哦，146公分。哎，失误了，哎，哇，这应该会是东港教练比较不想看到的。对。好，起左脚，很好的突破。哇，又是远射，是的。好，恩瑜这球被阿德给拦了下来，剩下最后的90秒。第2场的4强大战要结束啊！现在东港5比2啊，暂时3球领先的经国。东港几位1年级的同学，包括11号的方汉啊，包括3号的伍千良哦，这时候都在场上。好，这球给的太深了，阿德再交给千良。这一次的传球出了界外，当然让学长啊，主力的学长可以先下去休息哦，可能要来好好准备最后的冠军战了。哦，漂亮的滑铲，破坏掉了。好，剩下最后不到20秒钟，比赛即将结束。
球权在东网这一边嘛，金国还是想要拼命的逼抢，有了，现在是一个3打2，不过关门成功，哇，东港，两边的不断的球权互换，好，3秒、2秒、1秒，时间到，那这场比赛最终就是5比2，由屏东县的东港高中国中部呢击败了桃园市的金国国中。换句话说呢，在待会的冠军战将是屏东内战，而在季军战的部分呢，将是由高雄的右昌要来对上桃园的金国。看完2场精彩的4强赛之后呢，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预计在中午过后呢，将要进行季军战以及最后的冠军决战，请您锁定 HotSport 的 YouTube 频道。